大家好，最近德国媒体对俄罗斯外长紧接着美国财长耶伦访华做了报道。我们今天一起来看看德国主流媒体《世界报》的报道及一些网友评论。我们的领导人有决心，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将中国视为对抗西方的伙伴。在美国财政部长耶伦访问北京后不久，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也来到了中国。在与中国外长王毅的会晤中，双方都表现出了反对西方的一致立场。据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称，莫斯科和北京希望共同努力对抗西方所谓的霸权主义政策。这位俄罗斯首席外交官周二在中国首都举行的联合新闻发布会上说，对中俄两国采取了遏制政策，进行双重对策的想法来自他的同事王毅。我们的领导人普京总统和习近平主席不止一次强调，俄罗斯和中国决心抵制一切延缓多极世界形成以及早该实现的民主化和正义进程的企图。然而，拉斯罗夫声称，这正是美国及其盟国的企图。据俄新社报道，王毅补充说，北京和莫斯科将继续加强在世界舞台上的战略合作，并相互提供强有力的支持。自2022年2月俄罗斯入侵乌克兰以来，俄罗斯与中国的关系不断加深。观察家们认为，鉴于莫斯科在国际上日益孤立，北京占据了上风。俄罗斯、中国、G20 和金砖联盟。现年74岁的拉夫罗夫强调，两国关系处于历史最高水平。他感谢中国对克里姆林宫领导人普京连任和反恐斗争的支持。他指的是莫斯科附近的音乐厅遭受的血腥恐怖袭击事件。拉夫罗夫自周一起在北京做客，正如俄方在此行开始前所宣布的，讨论议题包括亚太地区局势以及两国在联合国、金砖组织和 G20 集团等国际组织中的合作。王毅补充道，乌克兰战争和加沙地带问题也是讨论的话题。拉夫罗夫和王毅上次会晤是去年10月在北京，此前9月是在莫斯科进行的会晤。拉夫罗夫在新闻发布会上继续批评西方对俄罗斯的制裁是非法的，这些制裁严重违反了国际准则。俄罗斯外长强调说，这种政策也越来越多地用来对付中国，西方正在阻碍中国的经济和技术发展机会，以摆脱竞争。据俄罗斯国营报纸《消息报》报道，王毅说，人们的支持是俄罗斯进步的源泉。美国部长耶伦先于拉夫罗夫访问北京。据观察家称，拉夫罗夫在北京的会晤也可能是为普京访华做准备。据媒体报道，普京可能于5月访华，将中国作为他3月中旬连任后的第一个目的地，将是普京支持两国紧密伙伴关系的一个明确信号。俄罗斯在乌克兰的侵略战争和随后的西方制裁使该国在国际上明显孤立。北京努力在冲突中保持中立立场，中国也在努力寻找和平解决方案。然而，北京的和平计划在乌克兰遭到了批评。此外，美国还制裁了涉嫌向俄罗斯提供可用于战争的商品的中国公司及所谓的军民两用产品。美国财政部长珍妮特·耶伦周一结束了此次访华，在此期间，他再次威胁中国要后果自负。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毛宁说，有关国家不应诽谤或攻击中俄之间的正当关系。好，报道就那么多，我们看读者评论。第一条评论，面对完全疯狂的欧盟，几乎可以理解俄罗斯和中国的做法。下一条评论，独裁者之间想保住自己的权利，对他们来说，这似乎比人民的富裕、自由和满意更重要。下一条评论，文章说，俄罗斯在乌克兰发动的侵略战争以及随后的西方制裁，使该国在国际上明显孤立。然后这位读者说，并非如此，亚洲包括印度、南美洲并未实施制裁或其他措施，只有美国和欧洲，而欧洲一如既往的盲目追随美国。世界其他国家要么将其视为内部事务，要么公开站在俄罗斯一边。下一条评论，领袖是合适的措辞。下一条评论，习近平和普京都快70岁了，他们可能想在死之前让自己永载史册。
是的，他们正在走向伊朗、俄罗斯、中国、朝鲜恐怖组织轴心，对抗西方和所有想成为西方人的人。不可阻挡。不，如果西方停止，西方是一个行为像老鼠的巨人。下一条评论，这是完全可以预见的事态发展，尤其是美国的霸权地位，它在全球拥有800个军事基地，很难被称为所谓的。而金砖国家拥有世界1半以上的人口，也是一股不小的变相力量。尤其是西方制裁政策将导致人们摆脱对美元的依赖，移民政策将解决其他问题，西方并没有什么好办法，而我们的政治人物正在竭尽全力支持西方。在这种情况下，许多非洲国家和印度的政治考虑也是很有意思的发展。如果你关注金砖5国的经济利益、谈判和协议，你会觉得西方相当无趣。下一条评论，怎么说呢？一直以来，俄罗斯和中国都在强调制裁是无效的，没有达到目的。现在他们突然想要取消制裁，因为制裁阻碍了国家的发展。下一条评论，文章是这么说的：这是真的吗？我们本可以建立一个从里斯本到海参崴的经济区，中间夹着乌克兰。下一条评论，我们以前也经历过这些，只不过那时俄罗斯还是明显占优的伙伴，今天则反过来了。中国的工业仍然完全依赖于对西方的出口，但是西方也因此不可避免地依赖于中国。现在拉夫罗夫在达沃斯世界论坛上只是被没教养的人热恼了，他只是去中国旅游而已，但他的英语肯定比普通话好得多。下一条评论，报道中说拉夫罗夫视中国为对抗西方的伙伴，然后这位读者说，这是西方外交和政治治理艺术的结果，德国基于价值观的行为强化了这一点。下一条评论，全球 LGBT 帝国似乎正在日益动摇俄罗斯、中国等国和金砖国家联盟是否抵挡住人间清醒的西方，让我们拭目以待。下一条评论，每个人都应该清楚，中国和俄罗斯正在合作。我认为在1990年代曾有机会让一切步入正轨，但我们纯粹出于贪婪而搞砸了。现在我们对此事实感到惊讶。下一条评论，西方的政策太愚蠢了，现在报应来了。外交官们几十年来所创造的成果将在很短的时间内毁于一旦。下一条评论，唯一愚蠢的是，中国急需可恨的西方国家作为客户，如果失去约10亿潜在客户，中国将在半年内崩溃。下一条评论，我们与俄罗斯曾经良好的关系以及曾经廉价的原材料正在消失，他们正在送往中国、印度和其他金砖国家。德国可以说是望洋兴叹呢，不得不以牺牲环境为代价，以高到吓人的价格从遥远的世界尽头运送所需的原材料。其后果是我们有一个时代转折点，德国联邦国防军将投入数千亿欧元进行战争准备。此外，乌克兰将在几十年内让我们付出高昂的代价，至少在经济上如此。这是符合德国人民利益的好政治吗？下一条评论，是的，好的政治就是这样。如果你让自己容易受到贸易伙伴的勒索，你就必须寻找其他解决方案，即使代价更高。考虑到一旦说错一个字就有可能被送去劳改，花在战争能力上数千亿欧元并不是冤枉钱。这也包括让乌克兰成为一个强大的缓冲区，尤其是乌克兰拥有我们急需的自然资源。下一条评论，此外，美国还制裁了涉嫌向俄罗斯提供可用于战争的产品的中国公司及所谓的军民两用产品。美国和中国的关系非常艰难，很难想象这是否也会影响德国的武器生产。但如果与台湾的局势进一步升级，这可能会对贸易战产生影响，那么欧洲可能无法幸免。下一条评论，这些国家可能是拉夫罗夫最后还能支持他的朋友了。俄罗斯人滚出乌克兰，俄罗斯人是侵略者，他们入侵了主权国家，这一点毋庸置疑。是的，俄罗斯人滚出乌克兰，这样就又会有友谊。下一条评论，
你真的认为俄罗斯人在祈求德国人的友谊吗？德国人没那么重要，世界要大得多。下一条评论：中国作为一个强大的伙伴，同时又存在领土冲突，只有中国喜欢这种伙伴关系才会牢固。下一条评论：如果我们不玩美国的哈巴狗游戏，不试图像十字军东征那样建立民主，侮辱普京，也许俄罗斯也会有同样的想法，也会寻求与西方进步的合作。相反，我们只需依靠自己的力量，敢于对话和接受划给的红线。但是在完全不同的情形下，以同样的十字军东征心态，我们陷入了类似于第一次和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境地。下一条评论：新殖民政策和万事通态度，在道德上，西方已经走到了末日。我并不是说中国和俄罗斯是榜样，但我们的政策应该完全着眼于我们国家的富裕繁荣。目前，我们只是在伤害自己。下一条评论：与共产党人一样，拉夫罗夫在歪曲事实。中国是咄咄逼人的帝国主义国家，威胁着台湾、西藏和菲律宾。俄罗斯正与乌克兰交战，并想夺取摩尔多瓦。下一条评论：我想知道这两个国家所说的西方霸权到底是什么意思？这两个国家当然不受西方控制，直到2年前，这两个国家还靠西方发财呢。欧洲从俄罗斯进口60%的天然气，每年支付无数欧元，而整个西方几乎所有产品都来自中国。这种霸权可能更多的在于这些国家最喜欢的对象乌克兰和台湾觉得自己属于西方。换句话说，这是被抛弃的爱情。如果中国想让13亿人的未来依赖于强行统一2500万台湾中国人，那只能怪他们自己。如果不久西方将重获主导地位，那也是普京和习近平一手造成的。下一条评论：中国会根据什么对自己最有利，在哪里能赚到最多的钱来更换伙伴。毛泽东就是这样的，他们肯定不想完全放弃西方市场，因为那里可以大赚特赚。下一条评论：中国人可狡猾了，狡猾人靠笨蛋吃饭，笨蛋靠劳动吃饭。下一条评论：我们应该慢慢的重新开始自己生产烤面包机、电脑、手机以及各种东西，因为很快就没货了。当然也要有思想准备，所有东西都贵上3倍。下一条评论：这样把俄罗斯推向中国的怀抱是非常愚蠢的。下一条评论：中国人对易于开发的原材料基地感到高兴。下一条评论：独裁者的悲怆是多么空洞虚伪，要是西方人都走了，谁来买中国的垃圾货？下一条评论：在整个制裁权力游戏中，一些政客得以冷静下来，但长期的全球政治影响仍不容忽视。下一条评论：长期影响已经显现，即使是现在，俄罗斯仍在出口原材料，只是出口对象不是欧洲，至少不是直接出口到欧洲，而是中国、印度、阿拉伯世界，简而言之，几乎是全世界。我们在那里购买这些原材料，并乐意为中间商支付溢价，人家也在全球范围内寻找替代品，这样他们就不必再把资产放在欧洲。毕竟自己的资产被完全冻结，甚至被完全没收的前景，无疑是相当诱人的。下条评论：不仅仅是这个话题足以说明冯德莱恩夫人的政治远见有多糟糕。下一条评论：我很好奇，如果没有西方，中国会把产品出口到哪里？富裕的俄罗斯肯定会弥补损失，嘿嘿嘿。下一条评论：有多少人生活在西方，又有多少人生活在中国、印度或巴西？更重要的是，西方国家，尤其是像德国这样的国家，目前正在自我毁灭。在不久的将来，中国还有什么兴趣向德国出口任何东西？他们在德国得不到任何他们自己没有的东西。更重要的是，如果德国不再有任何重要的工业，那么就不会有人接受欧元作为货币。毕竟他们用欧元能买什么呢？我们也无法用其他货币支付，因为我们需要向这种货币的发行者提供一些东西。
全世界不会对好听的、清醒的建议感兴趣。下一条评论：当天真的德国人出资1200万欧元在秘鲁修建自行车道时，中国已经开始在秘鲁建造最现代化的太平洋港口，其战略方向很明确，那就是从美国控制的巴拿马运河两侧包抄。南美很快就不再需要巴拿马运河进行贸易往来，拥有最大原材料储藏的国家已经发现了它们的价值，很快就不会再有什么教师爷式的道德说教了。下一条评论：我希望他们也拒绝所有的西方成就。下一条评论：现代技术100%是西方的，中国和其他国家要么窃取了这些技术，要么这些获得了西方的馈赠。例如1948年俄罗斯的原子弹就要归功于克劳斯·福克斯及其他间谍和叛徒。下一条评论：德国总理舒尔茨下周将前往中国开展业务。下一条评论：全球化分子喜欢中国，想把整个世界联网，以英国为榜样，给德国自由。下一条评论：中国人正在向整个欧洲倾销他们的垃圾，海外拼多多、Shine 以及其他国家支持的公司的名字。我们欧洲人还是那么愚蠢，还接受中国作为发展中国家的地位。他们可以从优惠的邮政资费中获益。数百名欧洲员工在这里从事这项工作。德国电视1台报道过布鲁塞尔机场货运区的工作，此类进口给欧洲政府部门造成了数亿欧元的关税损失，而中国人省下了这笔费用，因为订单是以这样一种方式划分的，即这些垃圾货仍然是免税的。如果我们停止对中国的进出口，我们会哭死，但中国人也会死。很简单，至少数亿中国人会走上街头，因为他们会没有东西吃。即使是中国的警察或军队，面对数亿人也无能为力。中国人一定到了再也无力支持俄罗斯人的地步。我们应放弃很多东西，经历一些痛苦，总比被中国人和俄国人愚弄要好。下一条评论：越过了乌克兰加入北约这条红线，就等于越过了一条把俄罗斯推向中国怀抱的红线。这是多么辉煌的战略成就啊！从长远来看，欧洲将因美国人的可预见的收缩而遭受严重的经济损失。下一条评论：拉夫罗夫喜欢声称美国将自己的法律和生活方式强加给其他国家，并以北约东扩为由进行辩解。这是一种荒唐的歪曲。1945年被占领的中欧和东欧国家，在1990年后都不愿意继续留在华沙条约组织，他们都自愿加入欧盟和北约。俄罗斯人占多数的波罗的海国家，现在享受着新繁荣带来的好处，旅行自由、低腐败的司法制度和政治权利。不，克里姆林宫及其蛊惑人心的政权，真正关心的是经济和文化迅速发展的乌克兰。下条评论：你说的对，但是我们也必须捍卫我们的西方价值观，他们现在主要在西方内部受到攻击。下一条评论：这两个亚洲帝国从未有过民主，始终处于专制统治之下。西方需要觉醒，捍卫西方自由价值观，在经济上与中国脱钩，彻底孤立俄罗斯。好的，朋友们，今天的翻译分享就到这里。在德国，至少从网友评论可以看出，不少人根本不把俄罗斯当成欧洲国家。此外，他们的三观与中国人区别实在太大了，简直等于鸡同鸭讲。你们说呢？